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世情说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故事。上一期我们说到上古时期的最后一位王者帝喾，今天呢，想和朋友们说的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，是帝尧的故事。欢迎朋友们点击订阅支持，再按下小铃铛，谢谢。这个史书上记载啊，帝尧姓伊齐，名叫放勋，他呢是帝喾的次子，他的哥哥帝直在他之前是继承了帝喾的地位，治理天下。帝直呢封帝尧为唐侯。在帝直继位的第9年，帝尧接受了禅让，因为尧以火德为王，他定都在平阳这个地方。这个书上记着说呀，尧的仁爱如天，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，如果有人走进他的身旁，就会感觉到一种阳光般的温暖。从远处望去呢，他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美好而亲切。尧虽然很富有，但却从来不骄横。他虽然很高贵，但是呢，也从来不怠慢和冷落别人。他非常懂得去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。尧的头上常常戴着黄色的冠冕，他非常喜欢穿纯黑色的衣服，乘坐红色的车子，驾驭着一匹白色的马。他能够向人们解释清楚什么才是和顺的美好品德，以和顺来使九族亲睦。九族也就是说所有的亲朋好友。九族亲睦之后，又可以辨别和彰显各个氏族的特点。在这之后呢，万国也就变得和睦和团结了。尧命令西氏、何氏这2个氏族崇敬顺从上天，观察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，以此为参照，制定历法和节令，再把制定好的历法和节令教导和传授给人民，让他们来遵守。尧又命令西仲居住在豫夷一个叫做阳谷的地方，恭敬地迎接日出，分辨节令和时间，使人民按时耕作。到了春分那一天，昼夜的时间是相等的。黄昏时，南方朱雀7个星宿出现在正南方，他们根据这个天象的特征来作为确定仲春这个节气的依据。这个时节，百姓们分散到田地里去耕种，鸟兽开始孵化繁衍生息。尧又命令西叔居住在南郊。西叔辨别节令，鼓励人民进行夏季的农业生产活动，勤劳恭谨地种植农作物。到了夏至那一天，白天是最长的，东方的苍龙7宿中的新宿，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以此来作为确定中夏的标志。人民仍然在田地里耕作，这时鸟兽换上了稀疏的崭新的皮毛。尧又命令何仲居住在西土一个叫做媚谷的地方。何仲恭敬地送太阳落山，分辨节令，管理秋收的事务。秋分那一天，白天和夜晚的时间长短相等。北方玄武7宿中的虚宿，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用以确定仲秋。这时民众享受着收获的欢乐，鸟兽的皮毛也都已经长成了。尧又命令何叔居住在北方，
地名叫做幽都的地方。何叔辨别节令，管理冬天存储粮食的事务。到了冬至那一天，白天是一年之中最短的。白虎七宿中的昂宿、卯宿，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以此为依据来确定仲冬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百姓们都回到了温暖的房屋中，鸟兽长出了新毛。一年366天，设置闰月，以与四季相符合，以信义整饬各种官职和人员。从此，各项事业都兴隆昌盛，成功发达起来。帝尧说：“我心中所谋划、所留意的是长久的事业。我立志为穷困的平民谋求益处，对于天下百姓陷入罪恶之中而悲痛，为世间众生没有康乐顺遂的生活而担忧。所以，如果有一个百姓在忍受饥饿，都如同我自己正在忍受饥饿；如果有一个百姓在忍受寒冷，就好像是我本人也在忍受寒冷；如果有一个百姓陷入罪恶之中，就好像是我使他犯了罪过一样。我告诫自己说，要战战兢兢，日甚一日的谨慎发言和行事，不要自以为是。俗语说得好，人们不会在高山上跌倒，却会在小土丘上摔跤。尧在玉璧上刻字，之后沉于洛水之东。这个玉璧上面刻的字是：天子陈放勋，德伯施行不全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作为上天所选定管理百姓的人，我的德行浅薄，做得不够好，向百姓施行的仁德不够深厚，没有达到上天您所要求我做到的标准。有一天，尧问群臣说：“谁可以使我的事业得以顺利地传承下去呢？”他的一个臣子放弃回答说：“您的继承人丹朱可以啊。”尧说：“哎，我的儿子丹朱太顽劣凶恶了，他不懂得遵守道德仁义，还特别喜欢与人争吵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是我的儿子，我也不会用他的。”尧又问说：“你们说，到底谁可以继承我的大业？”他的另一个大臣欢兜说：“共工行，共工能聚集人力，功绩显著，用他完全没问题。”尧又说：“共工这个人虽然是能言善辩，说得很好听，但是他的内心邪恶，表面上恭敬顺服，实际上共工是一个欺上瞒下的人，他连上天他也敢欺骗，我肯定不会用他的。”尧又接着问：“哎，四方的诸侯啊，泛滥的洪水滔天，浩浩荡荡，浊浪滚滚，连丘陵和高山都被淹没了，山下面的民众都感到惧怕和担忧。有谁是可以被派出去治理洪水的吗？”诸侯们都说：“鲧可以，让他去吧。”尧说：“鲧这个人辜负使命，毁害同族，不可以让他去啊。”诸侯们却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认为他肯定可以的，不妨让他先试一试，如果实在不可以的话，再把他免掉也不迟吧。”于是尧听从了诸侯们的建议，任命鲧领导人们治理洪水。但是经过了9年的时间，鲧仍然没有把洪水治理好。尧叹息说：“哎，4月的诸侯啊，我已经居于地位70年了，你们中间有谁是能够得到上天的任命，能接替我这个位置，可以继承我的事业呢？”
4月的诸侯回答说：“我们的德行鄙陋，难以担当。如果让我们继承大位，是会有辱地位的。”尧说：“你们把所有皇亲贵族和远支旁属，以及隐居躲藏之人中的贤者，都给我推举上来吧。”众人都对尧说：“有一个还没有妻室的人在民间，叫禹舜。”尧说：“是的，这个人我也听说过他。那么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？”4月的诸侯说：“他是盲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品行顽劣，他的继母不忠义不诚信，他的继母所生的弟弟傲慢骄纵，但是舜能以孝行感动他们，使他们的关系和睦，积极上进，不至于发展到为奸作恶的地步。”尧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我就先试着任用他吧。”于是尧把自己的2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，通过2个女儿来观察他的内在德行修养。另外呢，又安排了9个男子和他相处，作为他的朋友，来观察他的外在能力。他对自身的修养要求更加严格了。他的2个妻子不敢因为自己的身份高贵而傲慢地对待他的亲属，反倒越发的恭谨，严守妇道。尧派来的9个男子对舜的侍奉也更加忠诚恭敬。尧认为舜做得很好，就派他谨慎地宣传调和5种关于人伦的典章规范，就是父子之道、君臣之道、夫妇之道、兄弟之道、朋友之道。舜努力地按照尧的指示去实行，使人们能够遵从教导，遵循这5种典章制度。在此之后，尧就让舜深入到官府百司之中，参与政事的管理。舜把各项政务理顺得井然有序。尧又让他迎接四方来朝的诸侯和宾客，迎接的典礼布置得庄严肃穆，前来朝贡的四方诸侯和宾客都恭敬有礼。尧派舜到深山、森林、江河、沼泽地区办理事务，有时即使遇到暴风雷雨的特殊情况，舜都不会走迷路。尧以此认为舜是有圣德的人，他召了舜来，对他说：“多年以来，你谋划事务合理周全，承诺的话能够做到，也有功绩。你来少承大统，承接帝位吧。”舜觉得自己的德行还不能够让人们都心悦诚服，因而谦虚地辞让。文祖就是尧的太祖。正月初1那一天，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所禅让的地位。于是帝尧告老还乡，任命舜代行天子执政，以此来观察上天的指示，了解这样做是否符合天命。舜用玄机、玉衡等观象之器观测天象，使历法节令与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相合，于是举行告类上帝的典礼。他收集了5个等级的玉圭、玉璧，选择吉月吉日，接见4月之木，颁发玉圭、玉璧等祥瑞器物给他们。每年的2月，帝舜前往东方巡视，到达岱宗泰山，举行柴祭，按照各个等级祭祀东方的群山江河，然后会见东方诸侯的国君和长老，使东方的四时和日月与标准相合，使音律和度量衡与标准相同，修治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家礼、公侯伯子男5等爵位的诸侯所执的玉器，殿玉的3种丝帛，
清河大夫行礼时所手执的活羔羊和活雁2种祭牲，士所执的野鸡，诸侯所执的5种玉器。礼仪结束之后，还是要归还的。5月又前往南方巡视，8月前往西方巡视，11月前往北方巡视。到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这3次巡视的礼仪与第1次到东方的相同。巡视完毕之后归来，到祖庙和父庙去祭祀，用1头公牛作为祭品。巡狩之事是5年1次，其余的4年，四方诸侯都要分别到京城朝见。舜将治国的道理告知他们，公开考核他们的功绩，赏赐车辆和服饰给有功绩的人作为奖赏，开创了将全国划分为12个州来治理的制度，疏通了江河，使之连通，把典型刻画成形象，使之简明易懂，以流放到远方的办法处理受到宽恕的那些被判有墨、役、匪、公、大辟这5种刑罚的人，以鞭打的办法惩罚有罪的官员，以木棍扑打的办法处理学校中的罪行，用铜可以赎抵和减轻刑罚，因为过失治罪的可以赦免，屡犯不改、不断作恶的从重处置。恭谨谨慎，动用刑罚一定要特别慎重。欢都推荐共工接替天子之位时，帝尧说他不可以，而让他先试着担任公师之职。共工果然奸淫邪僻。4月诸侯向帝尧举荐鲧来治理洪水，尧认为不可以用他，诸侯们强烈的请求尧先试着任用他。试用之后，不但没有功绩，还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三苗在江淮和荆州又经常作乱。舜深入了解考察这些情况之后，回来向帝尧建议，请求将共工流放到幽陵，以改变北方敌人的不良风气；放逐欢都到宠山，去改变南方蛮族的野蛮习俗；驱逐三苗到三危，来改变西戎的凶恶习气；贬斥鲧到羽山，以消除东夷的鄙陋之风。这4项责罚实行之后，天下都服从听命了。尧被立于帝位70年而得到了舜，20年之后退位退休，命令舜摄政，代行天子之权，并将他推荐给上天，对他进行考察。尧禅让帝位28年之后辞世，他活了170岁，谥号是尧。尧去世后，天下的百姓无不悲伤哀叹，如同自己的父母离世一样。3年之久，四方没有演奏音乐的，以此来怀念尧。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像自己，不能将天下托付于他，所以才权衡利弊，以变通之策将天下交付于舜。尧认为，如果将天下交托给舜，就是除了自己的儿子丹朱以外，天下无不得利；如果将天下交托给丹朱，那么就是除了丹朱以外，天下无不受害。可见尧是多么的高尚无私。尧说，终归不能损害天下而使一人得利，所以还是将天下交付给了舜。尧死了，3年之丧完毕，舜退让帝位给丹朱，而自己去了南河的南面。朝贡的诸侯不去丹朱那里，却去到舜那里。有的人需要断案诉讼，他们不去丹朱那里，却到了舜那里。还有讴歌赞美的人，不去丹朱那里讴歌赞美，却跑到舜那里讴歌赞美。因此，舜说，这些事都是出于上天的意思呀。然后就回到了中国，继天子之位。这就是帝舜。后继将丹朱放逐于丹水。这就是帝尧的故事。好了，
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，别忘按下小铃铛，谢谢，拜拜。